大家好，感谢大家继续收看今天的节目。2014年，被誉为最具影响力精神领袖之一的一行禅师，因严重脑出血后送医后，一直住在法国梅村休养及定期接受治疗。2019年初，92岁的一行禅师拒绝治疗，回到他16岁时出家的地方越南顺化的归元寺静养，希望在那里度过最后的日子，静待落叶归根。1月23日清晨，法国梅村僧团发布公告，2022年1月22日0点，禅宗大师一行禅师在越南顺化慈孝寺圆寂，享年95岁。一行禅师1926年10月生于越南中部，1942年在顺化慈孝寺剃度出家，1949年远居租界。1950年代初，他开始投身于越南佛教复兴运动。他是第一位在西贡大学学习非宗教学科的比丘，也是最早骑自行车的6名僧侣之一。1960年初，他在西贡创办万行佛教大学、贝叶出版社和一本具有影响力的和平运动杂志。1961年，一行禅师前往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比较宗教。1962年，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和研究佛教。1966年5月1日，一行禅师于慈孝寺从真实禅师处接受传灯，成为临济法脉的第42代传人。1966年，他第二次前往美国和欧洲，呼吁和平，结束越战，并首次见到了马丁·路德·金博士。马丁·路德·金于1967年提名他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。此后，一行禅师继续到不同地方，广泛传播和平与兄弟情谊，游说西方领导人结束越南战争，并率领佛教代表团参加了1969年的巴黎和谈。1970年代初，他在巴黎索邦大学担任佛教讲师和研究员。1975年，他在巴黎附近建立了方云庵。1982年，他们搬到了法国西南部一处更大的地方，以梅村命名。此后数十年，在一行禅师的精神领导下，梅村已从一个乡村农庄发展为当今西方最大、最活跃的佛教道场。2000年以来，一行禅师带领他的僧团奔走于全球各地，弘扬生活佛法，传递正念生活之道，同时宣扬非暴力的和平理念，呼吁采取具体措施扭转暴力、战争和气候变化的恶性循环，倡导世界宗教对话交流。一行禅师精通越、英、法、中多种语言，佛学论述遍及欧美、亚洲等地，追随者不乏律师、医生、大学教授等专业人士。他的佛学著作更超过100本，翻译成30多国文字，影响远及世界各地，是国际最著名佛法大师之一。他创建的梅村正念休息中心，为企业家、教师、家庭、专业医疗人员、心理治疗师、政治家、年轻人及退伍军人、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提供特定的禅营。在美国和欧洲，每年有大概超过4.5万人参加由梅村僧团领导的活动。2013年访问美国时，他受邀在谷歌、世界银行、哈佛医学院带领正念修习。一行禅师在2014年底突发严重脑出血，一度病危，引起全球信众关注，并为之祈祷，传递正念的能量。通过医护人员和梅村护法居士的细心照料，禅师的身体状况得到了快速恢复。一行禅师的康复进度震惊了包括医疗人员在内的所有人。2015年10月，一行禅师荣获美国天主教团体颁发和平与世奖，表扬他长期推动和平，并为东西方灵修搭建沟通交流桥梁。当地主教亲自前往一行禅师在加州休养处颁奖，称叹他是闪耀的光、爱的中心、话语之春风。你是一个柔和的支点，平衡西方与东方的灵性传统。你的核心教导是，通过正念修习，我们激发能量，幸福地活在当下一刻。2019年，92岁的一行禅师身体渐渐不支，在法国静养数月后拒绝治疗，并回到他16岁时出家的地方越南顺化的慈孝寺，等待自然解脱。一行禅师回到慈孝寺后，虽已需用轮椅代步，仍断断续续见了过百名来自世界各地的信众。后来随着身体越来越虚弱，一行禅师渐渐没再露面。2008年，一行禅师曾率领法国梅村坐禅中心研修团来华访问，该访问团包括来自16个国家的182位佛教徒，先后拜会中国佛教协会、中国佛学院，并参访灵山道场，在河北柏林禅寺、江苏高敏寺与诸山长老开展禅法交流。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佛教界接待的国别最多，也是最大的一个以欧美佛教徒为主体的大型佛教访华团。
在中国佛教信众中产生了巨大的反响，意义重大。在我们缅怀一行禅师的同时，再来听一段禅师生前的开示吧。人生是一次没有终点的赛跑，你也许想知道你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刻是否已经在你身后，你也许会认为他们尚未到来，但终将到来。繁重的工作和生活就像一个小偷，会夺取我们很多东西，如你的决心和信仰，你的希望与自由，这让我们内心感到焦虑迷惘。但人生像一杯清水，简简单单，从从容容，纯纯净净，看似寻常，却无时无刻不在滋养着你的生命。简单丰富的生活就藏在你的每一次呼吸，每一个步伐，每一次微笑中。当我们深深融入当下，全心全意地对待平静寻常的时刻，我们就可以触及过去与未来。当我们知道如何恰当地把握当下，我们就能治愈过去，改变现在。活在此时此刻，不要后悔过去，担心未来。此时此刻就是你人生之中最美好的一刻。汉字中的闲字以门窗为框，里面是个月，寓意只有那些真正悠闲的人才有时间赏月。而如今大部分人都没有这样奢侈的悠闲时刻，虽然口袋里的钱更多了，物质生活也更丰富了，但我们却没有以前快乐了。而之所以如此，仅仅是因为我们没有时间去享受彼此的陪伴。但我们可以通过某种方式让寻常的生活变得更有意义，比如从最简单的事情开始，从专心饮茶享受茶味开始。为什么要花2个小时去喝茶？从经济角度来讲，这样很浪费时间，但这与金钱无关。时间比金钱更为重要，时间就是生命，而金钱无法匹敌时间。在一起喝茶的2个小时里，我们挣不到钱，但却可以拥有生活。我喜欢独自一人在水稻和野草间的乡间小路上行走，我会在大地上正念地踏出每一步，感受我正在奇妙的地球上行走。在这样的时刻里，存在变成了一种奇迹和神秘的现实。人们通常认为在水上或稀薄的空气里行走是个奇迹，但我认为真正的奇迹并不是在水上行走，也不是在稀薄的空气里行走，而是在地球上行走。每一天，我们都活在一种未被我们察觉到的奇迹中。蓝天、白云、青草，还有孩子清澈的眼睛，全都是一种奇迹。当我们行走时，我们并非独自在行走，我们的父母和祖先都与我们一同在行走，他们在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里。所以，带给我们治愈和快乐的每一步，也能带给我们父母和祖先治愈和快乐。正念的每一步都有一种力量，能改变我们。而万物所有的祖先，包括我们的动物、植物和矿物的祖先，都在我们的身体里。我们并非仅为自己而行走，当我们行走时，我们还为我们的家人，为整个世界行走。在我4岁的时候，我母亲每次从集市上回来，都会给我带一块香蕉叶包裹的点心，我会跑到屋子前面的场地上，一点一点地吃。有时候吃掉一块点心要花上半个小时或者45分钟。我会咬上一小口，抬头看看天空，然后用脚碰碰小狗，再咬上一小口。我就是享受待在那里，跟天空、大地、竹林、猫、狗和鲜花在一起。我能花上这么多时间吃点心，是因为我心无忧虑，我不想将来，也不悔过去，我全然地身处当下，跟我的点心、那狗、那竹林、那猫以及那万事万物待在一起。就像我童年吃点心那样，慢慢的和欢喜的吃饭，这也是可以做到的。或许你觉得自己已经丢失了童年的那块点心，但我确信它还在那里，在你心灵的一角，一切都还在那里。如果你真的想要，你还可以找到它。正念饮食是禅修中最为重要的一项修行，我们可以将童年时吃点心的感觉带入现在的吃饭中去，当下一刻充满喜悦和幸福。如果你留心，一定会亲身体验到。我们真正的家便在此时此刻，活在此时此刻即是一种奇迹。奇迹不是在水中行走，奇迹就是此时此刻在绿色地球上行走，是感谢此时此刻所拥有的安宁与美丽。安宁伴随我们左右，在世界之中，在自然之中，也在我们内心深处，在我们的身心里。一旦学会了触碰这样的安宁，我们就将得到治愈、转化。这不是信仰的问题，而是休息的问题。我们只需想办法将我们的身心带回此时此刻，就能触碰到我们内心及我们身边新鲜、治愈和奇妙的一切。
我们的身体便是生命的一种奇迹，如同我们身边的一切，绵绵细雨、新鲜空气、美丽鲜花，都是一种生命奇迹。我们所有人都是人类花园里的一朵鲜花，我们必须照顾好自己的身体，好让我们有一个愉快的家可以回归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，让我们一起念一句阿弥陀佛，回向给一行禅师，愿他在西方净土一切安好吉祥。